大家午安，我是秦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今天同样非常开心，要邀请到是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老师好。大家平安。好，这中午时间呢，不知道老师吃完饭之后喜不喜欢来点水果？啊，你嗲嗲台湾人现在已经3点了。拍谁了？我应该预录节目啦哈。那我们播出时间呢，每个礼拜四中午12点半。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说呢，台湾人很喜欢饭后吃水果。那但是呢，今天要告诉大家，基本上老师上次告诉我，只有台湾人这么干。对，是吗？真的是这样。大陆可能也是。大陆也是哦，就华人对，这个是用餐的习惯。用餐的习惯，对。但是其实，在其他国家是什么？给它收在单独吃，当甜点吃。当甜点吃，当一道菜来吃。好，来带您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不好意思，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啦。现在我们工商服务一下，这个呢是日本的麝香葡萄。讲到这边，我就不禁的，你知道刚刚亮哥一直在那边笑，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你看吧，被我一语命中。”确实啦哈，因为呢前一阵子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排放核废核污水一些纷纷扰扰啊，让这个在中国还有呢，在日本这边啊，除了它中方禁了它所有的水产品之外，其实农产这边也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呢，让他们的麝香葡萄基本上呢，现在目前是处于一个跌价的状态。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水产的部分，美国大哥说什么？我来帮你做，什么扇贝啊，什么加工出口，我来帮忙啊。水果怎么办？那个时候亮哥就讲了，就来台湾了。是啊，因为这个不是水产品啊。可是它跌价，听说最大幅度曾经跌到78%。78%哦，70%，78%，哇，那将近80%哎。对，因为中国大陆因为麝香葡萄是很贵的葡萄，对，那因为中国就是有一些有钱人家嘛，他喜欢吃高档水果，而且比较会送礼啊之类的。3成，哎呦，占3成。占3成这么多，所以现在这一些呢，真的就在台湾看到啦。那个时候亮哥看到说跌了这么大的跌幅之后，他讲说，现在去日本一定要吃麝香葡萄。亮哥来哪？你们可以滚来，马上请您享用。是，今天这个葡萄哈，麝香葡萄，那大概是有史以来吃到最便宜的一次。真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以前曾经送我这个礼，贵到你受不了。你一直我其实贵到你受不了，不理解那个物价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们算下来这一颗大概台币是40块左右。他说这个其实是算便宜的物价哦，因为呢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葡萄呢是我右手边这一个哈，我右手边卖的这个呢麝香葡萄，它基本上呢是从冈山秦王，因为秦王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它是日照比较充足的地方，所以它的葡萄的甜度会非常的高。那我的左手边这个呢，基本上是现在在台湾的量贩店你可以看得到的葡萄，它来自日本，但是呢可能是山梨或者是长野，那你就知道了大小差这么多。我们卖的是这个。你左边那个也是麝香吗？这个也是麝香啊，你也可以吃吃看。这个是我们这个怎么好意思给人家叫麝香？我们从你看这边有写长野县产啊，这个是我们从卖场买的啊。这样子。对啊，跟我们卖的就不一样啊。然后大小就是大细含茶，真的连皮都可以吃呢。对啊，大细含茶怎样？但是要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卖的是这个，那你在平常的这个连锁超市啊，他买到的是这个，那基本上价钱要告诉大家是差不多。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其实呢，我自己也有去超市看啦，基本上是真的也价格蛮高的哈。每一克算下来是1.14块钱，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每一克呢是1.48块钱，你一算就知道差不多0.5嘛。但是问题是它的大小就是差这么多，所以呢。要建议大家中秋节如果需要送礼的话，基本上我们这是不错的选择。原因是因为送礼呢，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第一好看嘛，第二看起来比较有诚意，比较漂亮。那另一个部分是什么？另一个部分是这一次呢，基本上葡萄礼盒，亮哥应该很有经验，它基本上都是一绿一红，那让你可以同时尝到甜跟酸甜不同的味道。我们这一次呢，真的就是麝香葡萄跟猫眼葡萄2个葡萄呢，都一起从日本冈山秦王过来。那同时呢，绝对都保证是秀跟特秀级，也就在这边，几乎是最高等级这样子的一个葡萄大小。然后呢，如果说你拿这个50块硬币，他说每一颗都会比50块硬币大啦。这个真的是好大一颗哦。对我女儿基本上很喜欢吃这个。送礼台湾叫2串，日本叫2房。对，2房。那2房放在一个盒子里，就比你的高级月饼还要贵。
真的，因为价格真的不菲，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其实呢，这个价格因为它是从日本空运来台的，再加上呢，刚刚讲的就是顶级的，基本上2房综合礼盒一盒折价之后是1839元，2盒呢在折价之后则是3579，已经比去年要便宜很多了。这个真的他有买的才知道，非常贵，非常贵吗？我不要讲价钱，非常贵。所以你说这个是很划算的价格，非常划算非常划算的价格。好了，亮哥行家告诉你，如果不是中国不买，不会有这种价格。好啦，那就告诉大家啦，有需要的朋友是哪里呢？从我们的聊天室哈，聊天室下面呢有一个蓝色栏目，点下去之后，第一个连结它就会有连结告诉你，你可以去哪个地方买啊。记得哈，1盒跟2盒是不同的连结，所以呢一定要点对才会享有优惠价，好吗？算下来一串一房大概就是不到900块钱，真的是有史以来很少看到的这种价钱出现了。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自己来参考啦。而另一个部分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呢，在我们等等2点15分的时候，全球大白话呢，他们会线上直接直播。那有需要的朋友呢，也提醒您啦，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聊天室一起来互动。讲了那么多，赶快来讲一下，在今天要请亮哥来帮我们点评的是什么？我定了哈，有甜哈。它特色就是甜，很甜吗？而且无籽。无籽很甜，皮薄，非常甜，不是很甜。它是用非常甜，用台语讲的叫做夭寿甜。夭寿甜。好啊，安内我先来问问题哈，我先来提问，然后呢，我就要来吃葡萄的，要请教亮哥啦。我刚刚其实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中方现在呢，他们现在在南海这边说也要进行军演。在南海这个地方，那这个军演呢，到底针对的是什么？目前的项目没有特别的说明，但是已经有把这个坐标位置告诉大家。那这几天呢，希望大家不要经过那个地方，特别是如果你有这个船只的话，别经过。那最近啊，基本上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这一块啊，是有点热闹啊。原因是因为呢，在南太平洋这边，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国家领袖几乎都到了美国去了。那这一些国家呢，他们去美国干嘛？就是拜登邀请他们来到白宫这边。参加第2次的南太平洋岛国会议，可问题是里面虽然拜登讲了自己一开始的时候还讲错，说呢要400亿给大家做基建，后来发现口误啦，4000万啦，这个是在纽约开的啦。对，那基本上呢，他现在的讲法是什么？他是说呢，太平洋2国这个2次的峰会，他说要撒2亿之外，他还要跟2个太平洋的岛国来进行建交。这里头呢，基本上就包括了在这边，其实呢，这个库克这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基本上是纽埃，那是纽西兰这一边的属地。可是呢，大家就讲说，为什么会要这个时间点跟他们建交，把他们加进去？而另一件事情是在这一次的南太峰会，大家发现了所罗门群岛的总理参加完联大之后，他就回去了，然后另派代表来。那万纳杜呢，他们也没有来。那所以到底是成功还是？所罗门也没去。对，所罗门也没去。那到底成功还是你怎么样来评比？现在他在南太这边，因为呢知道中方这边在这边已经开始着力嘛，然后包括了万纳杜，包括了所罗门都跟他们亲友相关的协议，你怎么样看？南太平洋本来就是美国的地盘是自己，因为就是当老大当久了就疏忽了嘛，那就交给副警长去管，副警长叫澳洲嘛，那管得乱七八糟嘛，那要嚣张跋扈。那得罪了一堆这个南岛的国家啦，那这里国家本来就非常多，是你实在不可能每一个岛都去设大使馆是因为有一些岛人口只有1万而且它也是一个国家那美国以前都是以斐济、所罗门为主啦，就是这2个大岛，可是连所罗门美国都把那个大使馆给废了，那隔了10几年又回来这样。所以你就知道他轻忽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啦。所以坦白讲，这个地方叫做世界的边缘一般人也不会去，你怎么会去这里？旅游也很少，不可能啦！你了不起去纽澳就差不多了嘛。斐济有可能啦，斐济有一些海岸是蛮漂亮的那斐济是这里面最大的对。那所以就是中国的力量进来了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所罗门
这个唐人街发生了暴力事件嘛。那因为所罗门有2股势力嘛，那新的这个执政政权，他就认为他要处理这个问题，那简单讲就是他比较亲中啦，那所以他就把中国的这个公安的力量引进来，对，希望协助培训嘛，那就引起美国的紧张啦。因为这些国家虽然个别讲没有那么重要，那可是它的位置重要，因为它的最后的一个往北太平洋的一个最高点就是吉里巴斯，那吉里巴斯再往上1600公里就是夏威夷，就大概从这边这样一路往上，再往上要再往上，这里，夏威夷群岛，对，就在夏威夷，所以美国当然会担心嘛，因为中国大陆在吉里巴斯，美国就那边疑神疑鬼了，说要不要在那边盖军事基地了等等啊。可是这个是必经之路，因为中国大陆跟中南美洲的贸易现在也越来越大，那它的货轮在路过第3岛链、第4岛链，你总要加油运补吧？对，就是它如果是这样直接过来的话，是啊，那所以你就有设这基地的必要。那个基地不是军事性的，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补给站可是最终它就会具有军事的性质。因为美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是倒着走嘛，美国是从美国那边，然后这个突破加勒比海就开始往太平洋走嘛，那后来呢，他把那个夏威夷给人家吞掉了嘛，那经过2次大战，才把南太平洋的岛屿全部都收归美国所有嘛，大部分本来都是日本的，所以美国知道那个历史嘛，就是你随着你的商轮的蓬勃发展，你到最后总要有护卫舰吧，要有海警船吧，不然你确定你不会碰到海盗吗？对不对？所以自然而然，美国当然就是怕中国逆着来，他也发展出这个趋势所以他就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进入所罗门接下来进入万纳度对，要进入吉里巴斯那美国就开始担心了，所以他就回来补课了。这补课你觉得会有？所以这个就是我坦白讲，就是对南岛国家来讲，对他们来讲是福音利多。他就两边左右逢源嘛，美国也要照顾我，中国也要照顾我，那不是很好吗？事实上目前的局面就有点是类似这样，就两边在较劲可是美国就难得去一次了，像这次开会也是在纽约开的那布林肯上次去了一次嘛对。那拜登，你记不记得上次本来要去那个巴纽对，他那个西几内亚，对，就在印尼那边对，这次下面他们那个算是很大的岛，对不对？那拜登就有临时说什么，他孙女要结婚，你记不记得？没有啦，他后来讲说这是因为国债的问题呀，我要回去赶紧处理。他这次一开始就想说，真的很抱歉，我上一次呢没有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政府里面有国债危机，我要赶快回去处理国事的问题对，还有这样讲人家有这样讲狗屁啊！但是其实国债是国会要处理，不是你啦。他要去协商很忙所以他是赶来跟大家也有道歉，说那个时候有说我要邀请你们来美国，我赶紧邀请你们来这样。拍谁他根本就回去过80大寿了。我跟你讲这个我觉得这里本来美国那个最大贸易的岛就是斐济啦，对，那斐济也是最大岛，是，所以美国在这里本来就有实力嘛。因为美国的海军本来就是全球的海军嘛，对，所以他本来就有驻扎点他只是看到中国进来了，所以他在做回应可是我讲白了啦，就是说，人家最需要的是基建、渔业加工，不是基建，不是基建，基建也有特殊性比如说是加工码头他要做渔产加工嘛，或者是农耕队因为他们没有农业他都是买美国罐头那他们以前为什么是台湾的邦交国？因为台湾就是派农耕队，那帮你做渔业加工等。那这个现在两岸华人做的都同样的事所以就说中国真的能够帮他做基建然后渔业加工厂然后还有农耕队嘛教你怎么种菜嘛
这个美国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人大概已经忘记怎么种菜了。那撒钱有用吗？不，他就是用钱处理。事实上，美国给的都是罐头啊。有一本书啊，写过南太平洋岛的人为什么那么胖，有这本书啊。有一个人专门在研究这里，然后他就发现南太平洋的人为什么那么胖，因为美国都把垃圾食物卖到这里。比如说我杀的鱼啦，杀的猪啦，那有一些部位白人不吃嘛，边边角角的，他就觉得那个都是垃圾油啦，就全部都丢到这里来。OK， 就是这样啊，然后又吃罐头嘛，没有比较好的补给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中国力量进来，所以美国做了一个回应。那我觉得对这个小国也好啦，就是两边都可以靠嘛，就这样。他这一次其实他还有特别提到说，他要跟 Quad 来合作，然后呢邀请这一些人一起来帮他们。基本上不是Quad啦，就是跟澳洲合作，因为这里就是澳洲的地盘。对啦，就旁边嘛。是澳洲自己没有管好，就这边啦，对嘛？因为他太骄傲嘛。这个坦白讲，真的要怪澳大利亚了。你说不得不他回防出手，因为澳大利亚搞不过中国大陆嘛。那长期以来，这里的国家都非常讨厌澳大利亚，就觉得你骄傲又嚣张，那没有把我们当人啊，就是那个姿态啦，那所以坦白讲啦，尤其是在以前那个 Morrison 时代，那非常糟糕。那是因为出事了嘛，所以美国进场，所以这个目前这个我们说现在这一个 Albanese，跟黄英贤就要好非常多了，因为这是工党。所以澳大利亚外长也每一个岛跑一跑啊，是以前跑个头了，以前。但是有没有可能跟现在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它其实也跟这两个啦，澳洲跟那个纽西兰，它也跟中方这边比较好，是会美国这边会跟这个有关系吗？因为他这次当然他说了，特别把就是库克啊，然后还有纽埃他放进去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这样子他才有办法拿到那一笔就是基建的钱啊，就是他的那个预算。不是那个可能是法律就这样定了。对，法律这样定，所以把他纳进来，他才能够给他帮助，给他援助嘛。这有一个说法是这样，但是他主动的来，就是更多的跟这个地方的人交往，会不会是因为这两个其实跟中方现在也比较好？因为他现在也是说嘛，他的海警船啊这些的，他们要全部把他海巡队要把他送过来，就是也希望安全上面，我要告诉你，那个跟澳大利亚无关，因为海警船本来就可以来，对，那是国际海洋法，是。那中方的海警船也可以来啊，对，因为我也有商船啊，是，那我要保护啊，是，我要有时候要去登船去查有没有违禁品啊，去抓海盗啊，这个全世界都可以，并不是说这里是你的地盘，没有这种事。当然，只是他现在他愿意就给予更多的资源在这个地方，那有一种较劲的意味嘛，跟中方两边在这边的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美国无处不跟中国较劲啊，也是啦，所以也不是只有这里啊，也是啦，因为往上走一点点来看到，就是在我就跟你讲这里，我就跟你讲这是世界的边缘，没有人会来的啦，所以美国特地来，那肯定是中国做了什么了。比如说上次东加的火山爆发，第一时间请问谁在现场？中国送人，就是这一种人道救援最快的。不，还有在做气候变迁的协助啦，是因为有一些岛可能会不见了。再过几年之后，暖化的部分，对，所以我说，因为中国是实实在在从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现在进入第三岛链嘛，对，那当然会碰到他们啦，所以碰到都是南太平洋的国家嘛，对，在这个地方就是对嘛，所以你就会看到，而且你不要忘记这里还有法国的属地哦，是哦，对哦，那个 New Caledonia 就是法国属地啊。上次他有来过来。那个纽埃，这个地方，纽埃是纽西兰的保护地啊，所以还是有点复杂啦。可是总的讲就是，反正现在大家都来关心嘛，这对当地国家是好事啊，就这样。更多资源的加入，其实从第三岛链之外呢，在第一岛链这边，基本上当然他的手一定是没有离开过嘛因为呢，现在非洲，不是非洲，对不起，讲错了，菲律宾，好，菲律宾的渔民现在呢又跳出来讲了，因为同样又在了黄岩岛这一边，好，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说发现了中方用那个漂浮那个浮球，然后把那个
周围给围起来，他们没有办法捕鱼。他说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渔民啊，你们这样影响到我们的生计，甚至呢他还直接写了说这个是卑鄙的行径，你们去设这种浮动屏障。所以呢，菲国的官方他们是透过假装是渔民，然后去那边呢把他那个剪掉之后，然后再离开。那当时菲国这一边他们的海巡的讲法是什么？他们说呢，这个特别行动其实大陆那边当然一直都有在监看，只是呢他看到他们有记者有媒体，所以呢他们才没有采取行动。那中方这边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克制。那整体事件呢，当然中方这边也讲啊，就讲说呢，你们不要太夸张哦哈。但是目前虽然是中方现场就是说欢迎到中国国土啊，就这样啊。对。但是就是说你不要太夸张再进来。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呢现在还有一些菲律宾的这个相关的海事的人，他们就讲说，如果说他们有一些经济损失啊或什么的话，他们还要在网上告啊，然后要有法律纠纷啊等等等。这个部分跟先前我们常在提到这些岛礁等等的主权争议，之后还会再上一集吗？会，我这个就跟仁爱礁是菲律宾已经把一个破船放在里面了嘛，那个是他站位嘛？对，站了24年了嘛。对。那黄岩岛基本上没有了，黄岩岛现在是中国实质控制。是。那因为这次纯粹是在帮西方媒体造势啦，所以他就是带着记者去嘛，那很明显了，那个就是一个文宣战啊。那到了现场看到中国大陆也布了界限嘛，那个浮标用剪刀一剪就断了，对啊，所以就彼此都做了一个宣传造势的动作啊。那这个在法律上就表现你反对这个主权归属的认定啊，就表示你也说这是你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就是这个意义了。除此之外意义不大了，因为就是文宣战为主了。对，那后续有可能会有直接的冲突吗？这目前就看应该都还是像西方媒体是不是还闲着没事做啊？如果闲着没事做，就会再来啊。那目前中方呢，它基本上它对于这一连串譬如说美国就是所谓的小圈子啊等等的部分，最新的一个讲法是网易它昨天基本上是在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的发表会上面，有在暗批美国搞小团体啊，然后讲说呢反对肆意扩大军事联盟等等等。你怎么样来看中方现在跟美方这个态度？原因是因为美国基本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比较和缓了嘛，那很多地方呢都是希望说11月 APEC 这个拜习会能够成型。那能不能成型？王毅讲法就是说看你有多少的诚意，然后他也强调了是重要的场合中方绝对不缺席，那但是还是得看诚意。那李建超这边呢还是没有拿到相关的邀请啊，李家超没有得到邀请。那后续你觉得有可能是怎么样的发展？是不是美国这边您之前提到想通了，那现在呢？我认为李家超如果不让去 APEC， 那习近平也不会去了，所以最后一定会放。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的底线，而且这个是小事啊，因为只是参议院有意见啊，对，这不是法律啊。对，那参议院给了拜登一个函嘛，说李家超不可以来啊。那拜登很容易处理了，因为他也是外交委员会出身的啊。那王毅这个白皮书长达2.2万字啊，是这个是针对“一带一路”峰会了。是“一带一路”峰会，昨天汪文斌说去的国家有130个，那几乎已经是联合国了。没错，除了那个有钱的国家之外了，那7个可能不会去，那几乎都来了嘛。不，那个没有邀请啊。没有邀请他。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让意大利不要那么尴尬。就是没有邀请了啊，那几乎就是联合国了嘛，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中方等于是累积了，因为这是10周年嘛，“一带一路”10周年嘛，等于是累积了10周年，他要把他的完整立场说清楚。那事实上在过程中，当然有一些文件早就出现了，比如说全球发展倡议，然后接下来是全球安全倡议，那接下来又有那个全球文明倡议，那后来也落实在跟第三世界个别国家的高峰会，然后接下来就是金砖会议，对不对？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作为一个集大成嘛，
我认为今年2023啊，中国的外交里程碑是非常的明显了。第一个就是3月啊，3月伊朗跟那个沙特阿拉伯和解，这个是很大的事啊，然后就造成了中东的开始趋向和平嘛，对不对啊？那到这次杭州亚运呢，叙利亚也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了啊，就是3月启动的中东的广泛的和解啊。那第二个就是金砖会议扩容啊，然后因为俄乌战争的驱动，所以使得非美元支付浮上台面啊。那第三个就是“一带一路”峰会，就11月啊，10月了，10月，这个坦白讲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啊，都在同一年发生呢。对，2023呢，这个肯定这3件事肯定都是挑战美国既有的秩序的，都非常明显啊。这个中东现在美国也无可奈何啊，然后接下来就金砖啊，金砖美国也无可奈何啊。这个非美元的支付机制眼看就要过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就“一带一路”峰会啊，那简直就是 G7 之外的联合国啊，就是这里如果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决议，那你联合国还挡得住吗？因为联合国，我们讲那个第三世界广义的国家是134个啊，结果这次就来了130个，那不都来了，对不对？所以中国显然就是全球南方的老大嘛，这太明显了啦啊。那当然，我是这个白皮书就是针对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一个定调。对。那当然还会有另外的，习近平还会见一些重要的领袖做高峰会吧啊，比如说普京啊等等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啊，就是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全球秩序观呐。那跟美国开始展开历史性的长跑，这样。历史性的长跑，现在这可能是一个开端，起点啊，2023呢？2023一个开端，一个起点。但在美国那个秩序是1945年了。对，然后现在他的讲法是说，中方基本上他试图建立他自己的秩序，违反目前国际应有的秩序。他先前的讲法是这样，这个是美国讲的啦。对，布林肯他们讲法是这样。可是问题是，只要大家同意，就是新秩序啊。民主社会哪有一个永远的秩序存在？我们现在很多国家越来越接受3大倡议啊。对。那最终他就会把它推，变成联合国的共识啊。不就是这样吗？在团体里面票多的赢。当然是这样啊。但是问题是呢，现在在美中双方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基本上美国虽然一直以来，上个礼拜您也提到了，就是看起来是中美之间态度趋缓，然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和解的一个态势。可是好像还是一手萝卜一手棒子嘛，还是就是玩两面。因为基本上现在他又看到他再次制裁了11家的中国实体，然后新疆这边呢又说他们是强迫劳动，所以呢又开始在这边有一点出手的感觉。可是先前我们提到华为这件事情嘛，就是说华为中心，然后有国会议员写信给雷蒙多，希望他处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动作。华为做了一个发布会，那这个发布会呢，当然在全球所有的科技业大家也都在看，因为除了看它就是看苹果，两个大家会拿来做对比。那好像美国这边对于华为还没有出手吗？还是说它基本上不会出手？你怎么样来看？第一个是中美之间科技这边的后续，另一个是你怎么看华为的发布会？我感觉是有一种默契存在啦，因为这个商务部长 Raimondo 他参加了一个听证会，那人家就问他就华为这个事啊，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华为可以制造晶片，是，然后我们也无法估算它的出货量啊，这个是 Raimondo 讲的。对。结果华为大家就预期啊，华为9月25号，那好歹手机也会秀一下吧，那可能就在场会有人问这2个问题，可是他偏偏就不秀出来。我觉得以任正非的这个政治智慧，他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就说好吧，就如你所说嘛，就以 Raimondo 讲的为准嘛。你说的都对。是啊。那还要制裁吗？
我认为 Raimondo 这个话，就已经意味着啊，你们国会给我这个函，你到底在写什么啊？我们不知道啊，你怎么能够说中芯国际有违反制裁的规定呢？因为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啊，所以还在了解中啊，所以我认为这封信他不会回应。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跟你讲，另外一件事也是美国人在做，所以我跟你讲政治啊，魔鬼都在细节里面啊，看表面的动作意义都不大。最近戴奇啊，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对，他突然讲说我们要对中国来做301的检查，那大概12月会出来，是那这个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你大概是要把美国的贸易战做一个转化了，是啊，对不对？就是说，因为美国贸易战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是3500亿美元的总额，对，平均税率是19.3%啊。那我如果一项一项对，然后你这个没有违反301就把你排除啊，那这个不就是变相在处理贸易战吗？是啊。就他不愿意直接讲说贸易战结束，因为这样没有面子啊，所以他就用说，我要做一个301的总体检，那事实上就是对贸易战的所有的项目一个一个检查嘛，那他大概还是会留下部分的项目还是可予关税啊，那其他的就结束了，就是这样啊。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中下阶层在买，那现在中下阶层生活很辛苦真的。所以你说你美国经济不可能一下改善嘛？那最能够让他立刻感受到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就是把这个砍掉啊。19.3的税很重所以你就会觉得也有很多东西降价了啊。我认为拜登开始有一些比较务实的思考了，因为这样跟着共和党每天疯来疯去啊，反中啊，什么东西都没用啊，问题都没有解决嘛。然后共和党就每天吹牛，说他们反中有效啊什么的，事实上无效那拜登就要在明明就无效的情况下，他又不能认输嘛，所以就开始另起炉灶了。这个我们在冲突管理上叫做改变问题结构了。打破它。可是我不会说我停止，我说，既有的叫贸易战的问题结构，是，那我把它转化为301调查的问题结构，那这样就会，我觉得至少就可以把贸易战很多的项目都把它剔除掉了，那我不知道他未来科技战用什么方法，这个反正他们不是建立了各种小组吗？什么经济小组啦、金融小组啦，我认为中方这个中国大陆那个鬼灵精的脑袋一大堆啊，一定会建议他怎么做。会建议他怎么做？但是你怎么看？说在22号那个时候，晶片法案基本上呢有一些细节里面的改变。那很多的讲法是说，基本上这个就是释出一个善意，又或者他们是说，先前就是外行的来制定，现在呢是内行的来修正。比如说啦，他们先前在晶片法案这边就有在讲啦，说呢这个扩张啊，基本上如果是5%的话就不行，或者是呢，他的钱啊，如果说是投资超过10亿啊就不行。那可是问题是，相关的行业10亿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点少啊。然后所以呢，这个内行的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这样限制，你呢就必须要再把这个里面的用字遣词要更加的缩减。比如说呢，是空间上面，或者呢是相关的什么样的措施，然后你要把它细项化开来，这样子来限制人家才能做事。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善意的释出？当然算了。现在就是美国现在各个部门都在动啊，那希望能够把那个和缓落实到实处嘛，那因为中方最有感觉的就是科技制裁嘛，对，所以你科技制裁一定要做出一些动作那叶伦也是啊，叶伦说，那你要我买美债啊，你要我买美债，你贸易战你要处理啊，对不对？因为关税叶伦管得到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基本上都在，就是不是只有嘴巴讲啊，要落实到实处。那接下来你才会看到王毅真的访美嘛？
王毅还没有去美国还没，但有点紧，因为11月 APEC 的话来得及吗？还好啦，因为王毅去就是要谈高峰会的题目嘛。对，那他10月去就好了。赶在那个之前。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讲白了，就是中方说我要看你的善意啊，所以他们就是拼命在挤善意出来，这样用挤的。很辛苦。对啊，因为很多都不能让啊，到底要怎么挤啊？就这样。所以想方设法找一点东西，找一点东西，这边一点点，那边一点点，然后都是细微的修正，但是告诉你我们有在修正。对。那个是一个氛围咯。当然是啊。那你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比如说戴琪那天讲，12月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检查，或者是大家都认定就是他的301可能就是不会等到那里啊，做到一个对，拜登11月就要见了。但是他开始是做这样的善意，是不是表示说，其实，在选举年可是拜登，我跟你讲他们通常高峰会后就会公布双方的合意的清单就出来了。对，所以现在就要讨论。现在细项的部分，当然啊，搞不好中方就直接同意啊，说我们愿意再买一什么东西啊。波音可以出了。波音出货是一回事了，我说再买是加码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大豆啊，中国是需要大豆的啊，这没有错啊。对，他只要转一点订单就过来就好了。就是他真的要帮拜登是很容易的啦。要有芬太尼的反毒合作啊。对，对不对？那他可能还会再跟他们谈啊，说，你那个新疆那边进来进去，那你怎么做气候变迁的合作啊？因为太阳能的产品机，新疆大概就占一半啊，是，对不对？所以我是认为大概都会接触到了，因为他以后就是成立工作小组，然后由下而上了嘛。是，那由下而上，坦白讲，那个直接的承办单位，那对议题熟得很啊，对不对？他一定知道重点在哪里嘛，所以速度会很快。现在只是在累积，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然后到时候拜登如果跟习近平真的见面，就直接整个公布了，就是这样。所以明年的选情，它很有可能就会有另一般新的风景了，因为也不一定，因为他蛮笨的，所以其他地方还是会失分的。因为他现在有点辛苦啊！我今天呢，基本上在这个指数上面又跌了快400点啊，388。所以呢，大家就在讲说，那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呢 ，Wall Street Journal 讲了说，他们面临了4大风险。那这里头当然就是有很多的专家都会跳出来讲，这4大威胁呢，包括什么？包括汽车工人罢工这件事情比较特别，因为史上第一个总统。他是执政党，然后他跑去跟工人站在一起，说我支持你们罢工，你们要坚持下去，然后汽车工业一定要给他们40%的涨薪啊，然后就让汽车工业就是不对，好像这个资方劳方，然后执政党到底是站在哪一方？都是民主党。对，可是问题是他这个跳出来，手心手背都是肉，跳出来，然后这样子之后，他要怎么样来收尾？我跟你讲他直接瞧，因为那个谁啊。那个 UAW 的工人他就是看到汽车工业的老板 CEO， 他的薪水的增幅就是40%嘛，对，他要求比照，是，可是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公司的收入不一定只有汽车制造，他可能还有别的比如说他努力做了什么业务的开发啦，或者是做了投资啊，你不知道嘛。不然 CEO 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薪水？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为什么 CEO 的薪水比劳工高那么多？所以你说，因为他加薪加40%，所以我也要加40%。这个你拜登这个联邦政府介入的结果，就会坏了这个公司的运作的逻辑了。这个而且坦白讲，这员工只有15万人。全部加起来，坦白讲又是一个没落的产业，所以那个马斯克讲的很难听啊，他说这样搞下去没多久就倒了啦，大家都不用领薪水了。不，因为这个就是传统汽车嘛，他们现在也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是嘛，很多问题。结果你因为担心，所以你要加薪嘛。当然，美国通膨很严重，我也同意了，是，因为现在美国很多房贷都已经到7%了。所以他确实生活上可以用的钱变少嘛，就是
很多就去缴房贷了嘛。比如说每一个项目都多付个几百块，这样你怎么受得了？小费现在我还看到南家有这个餐厅，他们直接限定，就一定要付多少，它是规定你要付多少。我既然就是这样，因为坦白讲，那个服务生都活不下去了，是，所以他也不能靠薪水来活嘛，他一定要有多少小费嘛，这个是美国的问题啦，谁叫你要搞贸易战？就搞东搞西啦，俄乌战争能源也涨价啊，不是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说不定啊，我不认为资方会妥协啦，搞不好最后就是20、40，然后妥协在30啊，这样。但是拜登他下去瞧，大家都认为说啊，是因为川普已经去了，你也是要在那边跟大家站在一起。然后跟选举也有关系。对了，可是川普不可能去那边就跟你讲说事实啦。哎呀，他讲话比较没有像他这样啦。对啊，可是川普就跟拜登讲话的艺术不太一样，他们两个走不同。而且坦白讲，这个行业本来就是一个没落中的行业。对。你用那么大的力气去帮一个没落中的产业的劳工出这么大力来帮他，那其他行业你要不要帮？之后会不会掀起另一个风潮？ UAW 以前是很大的工会啊，对啊，那现在变成大概只有15万人，只有4家嘛，那所以我认为那个影响力也很有限那你怎么样来看政府关门这件事情？今天一个消息是说呢，这个是参议院的提案嘛，对，就是66-17通过一个提案，对，说不然我们就先把钱编到11月7号，对。那就等于争取一个缓冲期啦。是这个协议，这种什么狗屁协议，这个叫做让你不要关门呐，所以我就多拨一点钱，让你可以撑到11月7号这样。因为本来是到9月30然后这个，然后那个乌克兰的钱就变60亿先给他了因为乌克兰本来编的是240亿所以就是我真的不乐观了，我不认为众议院会同意，因为众议院大部分的鹰派都在众议院嘛，是共和党的鹰派都在众议院，然后麦肯锡好像也瞧不拢，麦肯锡上次因为他有12项拨款法案要通过嘛，对这叫财政年度那麦肯锡只是要处理一个国防拨款法案而已，就说这个拨款法案。我们到时候这个国防拨款法案要审查的时候，可不可以辩论缩短一点？连这样都不过，加速他其实只要求加速。是啊，所以他连这样都没过所以你去想一想，12项拨款法案，你怎么可能在9月30号过？因为他们知道已经确定不可能过了，对，所以才会弄出一个11月7号的这个在宽限的法案这样那这个就显示出这个国会的无能嘛，你知道吧？结果他们，请问9月30号之后，国会是要干嘛？他要休假他并不是在处理问题，时间不够而是我要休假，我不愿意开临时会就这样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要休假，所以肯定12个拨款法案是不会过了。所以我干脆把那个时间的宽限再拉到11月7号就这样那就好了，大家回去玩一玩玩了2、3个礼拜再回来开会是这意思吗？可是现在这样感觉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政府失能的政府。然后呢，又不是从今年开始。对啦，但两党那个氛围会越来越浓厚嘛，就两党你就是完全拨不拢，然后你这个政府呢，现在就是也有可能再继续升息，因为通膨还是很严重。然后现在呢，基本上大家的讲法就是说呢，在今年底本来大家也觉得已经停了，但是有可能再下一波，那一个一个叠加起来，还有包括了这个佛罗里达那边呢，这个最新的那个 Brand Line 就是高速铁路。现在呢也传出说，它开始的第1天，竟然就有事故，然后有人因此丧命，这样子，就是种种各种的议题叠加起来，让大家觉得拜登是不是选情他真的不是那么样乐观？因为这个民调其实很有趣，然后请教亮哥，华邮民调，拜登输给川普10个百分点，好，基本上呢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是只有这个。Washington Post 他们做出来，然后 Washington Post 是很民主党的，做出了一个差10个百分点这样子的一个差距。
然后呢，他也讲了说呢，这里面有可能是有一些误差，这个民调呢，也许有一些因素不那么正确，需要调整。你怎么样来看现在到底拜登的选情是怎么样？因为大家对于他的健康状况啊，比如说不要让他跌倒啊，这种特殊任务啊，这种有点笑他的那个感觉越来越浓厚。我认为这个民调是华盛顿邮报故意做的，因为他跟民主党关系那么好，不可能故意做个民调来害你啊。那他的为什么会做这么低啊？因为他前面都先问你认为拜登有哪些问题？对。那我问完了你那么多做了比较差的议题之后，最后再问一个，你支持拜登还是川普？那当然会被拉低嘛。可是华盛顿邮报就为自己这样的做法做辩护了。他说这个当然不是平常我们看到的民调啊，平常看到的民调应该是我不要引导嘛，我一开始就问你支持谁？你会不会去投票？这样比较公道，比较公道啊。他说，因为到时候共和党一定会用这些议题一个一个来打你，逻辑是对的。所以这个逻辑上就是说，你有可能最多输到10%。哦，我认为一次踩到底给你看最惨。对，我觉得是这样。那我认为华邮是这样啊，华邮跟民主党真的太好了啊，所以他这个民调做出来，一定有丢给白宫的人看，说我要登。他也有给民主党几个大咖看，说这个民调我要登，不然拜登没救了。有先打预防针就对了。我认为有啦，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样做啦。这个就好像《自由时报》啊，他会登个民调重伤赖清德吗？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一定要打招呼的啦。那一定是经过比如说小英的默许啦，给他调起来啦。不然赖清德都不乖啊之类的，你懂我意思？就说民主党里面确实有人对拜登的表现不满啊，所以要让他紧张一下。有这个味道了。所以是让他紧张一下，还是其实拜登这边是想说，用这种比如说经济上面啊，他已经先告诉你，有过半的人对我现在的这些经济啊，抓手抓小的这些事情不是很满意，让他可以好做事。有没有另一种思考？这个没有用啊，没有用，你只能自求多福啊。抓手抓脚就是共和党啊，共和党怎么可能会找你？共和党要跟你选呢，所以不是这种问题啦。是你要了解你目前的状态，选民对这些议题是不满的。对，那你要想办法解决啊。你如何解决那你家的事啊。因为我是选民嘛。对，我媒体又没有参政，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那你如果照目前这样下去，你不会当选，就是这样嘛。你政策要自己调整。我认为这样是在帮他啦。这个就好比那个《金融时报》在今年4月就登了一个依赖论的文章嘛。哦，对，对不对？那你以为《金融时报》徐嘉玲是在反对赖清德吗？怎么可能？是嘛？是嘛？我不太直接。所以徐嘉玲事实上是在提醒你，你赖清德，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美国会有意见的。他对你还是有疑虑的。可是他希望你当选，所以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了。我认为《华盛顿邮报》这个民调应该也是这个意思了。说拜登，你不要嘛傻傻的，你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你真的会输啊，就这意思啊。可是那像他现在跟中方这边关系比较好，会有助于他的选情吗？不知道，不知道。可是就是你都不动，你会输嘛，所以他只好去 try 嘛。不同的面向，当然是啊，比如说你说经济嘛，经济变差，那如果我跟中国有稍微缓和，那可能就用301来取代贸易战嘛。那很多东西会变便宜嘛，那搞不好中下阶层对你的不满就会开始下降啊，你不知道嘛，不然你要从哪里开始？美国现在经济这个样子，你能够谁有立竿见影的补救吗？你有什么招？很难，不可能啊，绝对没有招啦。你补贴法案都通过了，你钱都在撒了，还是这样？是啊，是啊，所以我是觉得。华邮就在警告说，你不要认为你已经推的什么各种补贴法案有用，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会落选，就这样。就是你要再想想办法，你要怎么样让你的选情好一点，什么方式你自己去试。是啊，你自己去试试看，因为现在呢，基本上
中方的一些投资案，那当然在美国内部其实是一个他们很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呢，现在能过不能过，比如说伊利诺州那个大家都不知道哦，你的电池厂要来，好像现在又面临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比如说呢，先前说福特呢他们要跟中方这边合作，现在呢突然之间又喊卡了，这个不是伊利诺那个，这个不是，但不一样，对，这是另一个福特的那个，对，所以这两个呢，其实彼此之间，当然它。牵扯到的因素都非常多，因为呢，现在也有人说福特这个有可能是跟汽车厂的罢工啊等等事件，也许会有关系。可是问题是，那就是一种让大家想知道它到底现在目前的社会氛围是什么。伊利诺州是没问题，你觉得那个是共和党反对补贴？对啊，就不给他。可是问题是，人家来就可以拿补贴，为什么不行呢？一定要给。你那个你的法案是那样所以一定要给。对啊，我不认为民主党会理他。民主党不会理共和党。这个就是照法条来了，照法条来啊，而且它分2期嘛，它20亿美元，它大概可以拿到5亿的补贴嘛，还蛮多，那要分2次了，对，要分2次了，对，所以各种方式，这个各种的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让拜登呢能够转向？因为他现在我们除了前面讲的这4大问题之外，油的部分现在很有可能明年会到100块，现在已经90几块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移民的问题，像他上次去纽约这边参加联大的时候呢，这个纽约这一边的市长就直接说：“你去看看我们到底负担了多少的难题。”这一些其实就是你拜登的政策啊，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川普对于这一些所谓的无证移民，他们其实是很严格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把那个状况控制下来。但现在呢，因为民主党他们自己的本身的政策理念等等关系，那这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解？这个可能都是之后他的一个烫手山芋。不过呢，最后一个烫手山芋要请这个亮哥来帮我们讲一下中日韩峰会。你觉得12月18号举行这件事情太久了，有可能吗？所以现在很难讨论。太久了，这个都 APEC 之后了。对 ，APEC 之后你才知道氛围啊。中方跟日方现在真的如果有坦白讲啦，如果有拜习会，那我认为可能性就会非常高。这是联动的啦。如果说中美都在缓和了，那你日韩当然跟进了。可是日本它现在又牵扯到，比如说他那天 IAEA 还是持续的在吵核废核物的问题。他现在说第2次要排啦，9月底啊，就这几天他们要排啦。10月就排完了，这12月，那个谈政治不要急因为最近复杂变数那么多你现在就要谈3个月之后的事，不容易谈你要1个月1个月来谈慢慢来，1个礼拜1个礼拜慢慢推进。是啊，你现在问我说侯友宜那个柯文哲会不会登记参选，我怎么知道？对不对？11月20，那是11月20距离现在多久？距离现在也不是很短也不是很长啦。对啦，大概就怎么50天嘛，那这个更久。对，所以这个怎么预测啊？这很难预测啊。那 IAEA 那个，你觉得他现在是有可能之后就？中国是出好招嘛？中国就我不缴嘛，你让看你怎么办嘛？我就不缴啊，美国也没缴美国是7700万欧，那中国是6000万欧，那他目前还没有缴的钱是2.2亿欧嘛，他1年的预算也只有6.5欧啦，不多啦。那因为它是设在维也纳嘛，对，所以是用欧元算的那中国现在就跟你讲，你那么不公正，我不缴嘛，这个不是没有正当性的所以你这个吵没有用因为是中日各拿出自己的证据嘛。那中国跟国际原人总署就 IAEA 他是公开跟他讲说，那你就让我们周边国去福岛化验嘛。因为日本不让我们去嘛，其实他这个主张是非常合理的。日本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所以 IAEA 没有话讲啊，他能怎样？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一招是对的。那之后你觉得说后续，比如说第2批，然后有没有可能有第3波？当然有了，每个月都有了，每个月都有，所以就会一路这样走下去，然后走到30年了。那走到什么时候才有可能比较有可能有转换？这个没有办法回答了，都没有，就是要看后续的政治的发展。你这个是没有日期的，比那12月18更难回答，真的，对不对？这个12月18至少已经有人建议了，说我们是不是12月18来开
这个高峰会啊，对不对？那我觉得见面是没问题，重点是要讨论什么啊？那以目前中日关系这么僵啊，现在是找不到议题了。所以我说，除了这个找不到。所以拜习会，你这个习近平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了。是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不要嘴巴里面含一口，又不要看到好吃的，又把它夹到嘴里啊，你会噎到。分析政治就像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的吃。那这一口会联动到下一口。所以有很多议题都不明朗，你就没有办法往下讨论嘛。比如说岸田啊，岸田民调跌到25%。目前有51%的日本人要他提前下台。是的。你怎么知道不会再恶化？那你撑得到11月吗？是齁。对啊，那你讲12月18有什么意义？搞不好你都挂了，因为内阁制是可以随时改的。就是这样啊。再上来的人到底是会比较强硬，不知道，还是会比较和缓？不知道。而且岸田现在是重新组阁嘛，换了一大堆人，对不对？对民调毫无帮助。就是这样啊。就是已经有一种惊波波的感觉。那在目前，那还有李在明呢？李在明会不会被抓？他们现在不是说不抓他了吗？法院这边不是说已经不去逮捕他了吗？不去逮捕他，那个案子要不要告？你说办不办？对啊，要不要办啊？对不对？那只是没有羁押你嘛，可是你还是要出庭啊。对，我就看到那天拿拐杖在出庭啊，对不对？那这件事如果有新的进展，那他如果继续绝食呢？他已经绝食20几天了，应该是会继续吧？以政治人物来说，会继续啊。你能绝食到3个月吗？你不会出事吗？那出事会不会引起政治风暴？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才跟你讲，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就这意思啊。那你觉得川普呢？你觉得川普他现在？川普如果以现在的节奏是稳赢的，你已经判定他稳赢。我认为他以目前的节奏，就说民主党搞成这个样子了，那川普的胜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现在已经完全不参加任何的辩论会，他现在就照他自己的节奏走，他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其实也已经不太理他们自己共和党是小侏儒，我跟你辩论干什么？对，他也不太理他们以前不传统了，要超过30%的领先啊，我理你干什么？对不对？就连柯哥侯都不理郭台铭了，何况是这个差30%以上的。可是问题是他现在面临那么多的司法，然后现在又被发现说他的资产什么近10年来都福报啊、涉诈欺啊，我跟你讲，一个报，对不对？对啊，民调越来越高越报越高，然后他就反过头来说，希望大家支持，不要让政府回复他们的预算，他们有预算之后就会来弄我。所以共和党里面有30个左右在背个这个预算审查，就是这个原因嘛。现在就是因为有激进派嘛，有共和党的激进派嘛，所以麦卡锡 hold 不住嘛。因为他们就是川普的铁粉嘛，铁杆部队嘛。那川普就说，让联邦法院都没有预算，我看你怎么办。有预算他会抓我。抓倒是不会啦，可是，就你要去一趟，那天他不是去报道，然后就走了，拍个照。不会那么，美国法院不会随便羁押你啦，不会啦。而且他怎么可能逃离嘛，对不对？他所有的证据你都看过啦，对不对？家也都被你翻过了。他只要当选了，就刑事豁免。那他当选之后，你觉得世界的局势就会真的大不同吗？100%，整回会翻掉。我至少俄乌战争会很快结束。这是一个嘛？对，可是俄乌战争能不能撑到明年底还不知道啊。对，对。那因为俄乌战争现在也是波兰这边我看不给他武器了嘛，很多变数啦，主要是还是美国啦。美国这边好像他其实也没有钱啊，他如果预算没过，他怎么有钱给他？是啊，可是预算最终还是要过啊，只是什么时候过啊，这样啊。好，今天呢，这个亮哥告诉我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另一个部分，葡萄也要一颗一颗的吃。尤其是国际政治啦，其实政治都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啦。国内政治也一样，你蓝白配现在怎么讨论？
蓝白配现在看不懂、还没有成熟嘛，这怎么谈嘛？看不懂大家都说等10月，等10月，看不懂，看不懂，每天都觉得说啊，怎么一样好漫长啊，看不懂，看不懂。要请亮哥常常来帮我们点评。来，回过头来呢，还是要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葡萄啊，葡萄一颗一颗的吃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葡萄哈真的是很珍贵。刚刚亮哥有告诉我们了，基本上呢，这个葡萄还真的是因为现在已经吃完了。马上奉上我的，来，卖 cake， 卖 cake， 你都没吃啊？我还没吃，我拿一颗，我拿一颗。好，来跟大家讲，这个葡萄呢，就是跟我的拇指一样大，就是像我拇指一样这么大的一颗葡萄。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在网络上面，其实你在台湾这边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农产品。原因是因为真的就跟亮哥讲的一样，现在中方这边不买之后呢，所以呢，在日本这边大部分的人就会把它中日友好，然后呢，台湾就会也很多人很喜欢日本水果啦，确实品质也很好，所以呢，现在在台湾这边呢，有很多人他们呢是趁这个时候捡便宜。亮哥刚刚告诉我们了，1盒2房，一边绿。一边紫，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以前送礼的标配嘛，哈，这个现在已经是等级是最高的了。来，冈山芹王麝香，还有猫眼葡萄，以前这样2房，亮哥说1盒卖1839，以前是看不到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他以前常常吃这个，差蛮多的哦，差蛮多的哦，有2成吗？不止，不止2成。我没在哪里讲。不止2成呢，非常贵，非常贵。好，不止2成。好，大家有听到他说不止2成，他说的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那个物价概念。2盒呢，如果就是4房，也就是呢4串葡萄，折价之后是3579，那这些呢都是含运费的，直接呢送到您家。同时呢，我们已经有现折120块钱的优惠。哪里买呢？要麻烦大家聊天室蓝色这个栏目点下去之后，1盒跟2盒是不同的连结，点进去呢就可以享有我们这个新闻大白话的专属优惠。今天在线要非常感谢大家的加入，同时呢也要谢谢亮哥今天来告诉我们很多国际知识，以及呢如何吃饭、如何吃水果的知识，如何看国际政治哈。其实亮哥说了，政治就是要一个礼拜慢慢来盘着，慢慢看。不是啊，每天啊，每天呢。你跟我们是1个礼拜嘛，我没有办法每天邀请到你啊，我也想要每天跟你聊聊天、讲话，但是你好像很忙啊，是不是？哈，我们一个礼拜，请亮哥一起来到我们这个新闻大量化的节目里头，跟大家一起来做国际政治的盘点。那当然也要请大家每个礼拜4下午的。中午的12点半能够准时加入我们的新闻大白话的直播，这个地方呢是新闻大量化等等呢，在下午2点15分的时候，即将进入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直播，我们是延播15分钟而已，所以呢，聊天室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欢迎大家踊跃留言跟我们对话。今天再一次谢谢亮哥，同时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